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崩塌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不仅民间资本在疯狂外逃，外资加速撤离，就连实体经济也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困境。种种迹象都在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风暴正在来临。让我们用最新的数据来揭示这场经济危机的真相。来自多个权威机构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，中国银行结售汇逆差达到创纪录的892亿美元，这意味着短短3个月内就有近900亿美元的资金试图逃离中国市场。与此同时，境外对华直接投资连续第4个季度为负值，净流出规模达到573亿美元，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峰值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最新披露的调查报告指出，仅在过去4个季度，就有高达2540亿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隐秘渠道逃离中国。这个数字比2015至2016年那轮轰动全球的资金大逃亡时期还要惊人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多位金融专家指出，这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，真实的资金外逃规模可能达到官方数据的2到3倍。若将地下钱庄、虚假贸易等非正常渠道计算在内，实际外逃资金规模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。现在的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要严重得多。一位曾在中国央行工作多年的金融专家透露，除了那些能被统计到的资金外逃，还有大量以合法形式掩护的资金转移。比如通过海外并购、离岸金融等方式，很多资金已经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境外。如果把这些都算上，今年中国的资本外逃规模可能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。现在但凡有点门路的人都在想办法把钱转移出去。一位大型券商的私人理财顾问透露，以前都是富人在转移资产，现在连中产阶级都在寻找各种渠道往外转钱。很多客户甚至愿意承担30%以上的损失，也要把资金转移到海外。造成如此大规模资金外逃的原因令人忧心。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 GDP 增速已跌破官方预期，年轻人失业率一度飙升至 21.3%。 更糟糕的是，房地产行业危机不断加剧，继恒大、碧桂园之后，越来越多的房企出现债务违约。据统计，仅2023年就有超过50家房企宣告破产，数百个烂尾楼项目停工，数十万购房者的首付款面临打水漂的风险。最可怕的不是经济下行，而是信心的全面崩塌。一位资深经济学者指出，当下这种恐慌性的资金外逃，本质上反映了民间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。这种悲观情绪一旦形成，往往会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。尽管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，但聪明的中国人总能找到各种巧妙的转移途径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最新流行的是数字货币转移链，先用人民币在地下钱庄购买 USDT， 然后通过加密货币钱包转移到境外交易所，最后兑换成美元或其他硬通货。仅2023年1年，通过这种方式转移的资金就超过500亿美元。更隐蔽的是艺术品通道。一位香港拍卖行的内部人士爆料，现在90%以上的拍卖都是为了转移资金。一幅市值可能只有100万的字画，经过运作后可能会以1000万的价格成交，差价就是需要转移的资金。整个行业都心照不宣。据透露，2023年香港艺术品拍卖成交额同比暴增280%，背后有多少是真实的艺术品交易，恐怕只有参与者心里清楚。不只是民间资本在外逃，外资撤离的速度更是惊人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2季度外国直接投资减少148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已连续5个季度出现资金外流，首次出现2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的情况。这是外资对中国市场投下的不信任票。一位华尔街资深投资人直言，政策的不确定性、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对民营企业的持续打压，都在动摇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。如果这种趋势持续，中国可能会面临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更严重的资本外逃。与此同时，实体经济的困境也在不断加深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知名珠宝品牌周大福在短短3个月内关闭了145家门店，销售额同比暴跌 21%， 净利润更是预计暴跌 42% 至 46%。六福集团的情况更为惨淡，整体零售值暴跌 25%， 同店销售跌幅高达 35%， 不得不关闭76家门店止损。现在开金店就是在亏钱。在深圳经营金店20年的老王无奈地说，以前进货100万，随便就能赚个10万8万的。现在倒好，进货1000万，可能连3万的利润都没有。房租、人工样样在涨，就是卖不动货。据他透露，他所在的黄金珠宝街区，今年已经有超过 30% 的店铺倒闭或转让。现在谁还敢做黄金生意？更令人唏嘘的是，一种叫金包银的仿金产品正在市场上大行其道。这种外表镀金但实际是银饰的产品，因为价格只有真金的1/10，竟然月销量达到1吨。现在结婚的年轻人很多都买金包银充数。一位淘宝店主透露，谁不知道是假货？但是没办法，真金买不起呀。然而，金包银的兴起折射出的是更深层的经济危机。据调查，超过 70% 的金包银产品都存在虚标含金量的问题，实际回收价值可能只有标价的 1%，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费降级现象。一位经济学者指出，从真金降级到金包银，从品牌店转向地摊货，从新物品转向二手货，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正在快速萎缩。不仅是黄金珠宝行业，整个零售业都在经历寒冬。据商务部统计，2023年全国实体店铺倒闭数量同比增长 45%， 其中服装店倒闭率高达 38%， 餐饮店倒闭率达到 42%， 一线城市的商场空置率突破 30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就业市场的持续恶化，大规模的店铺倒闭导致数百万人失业，而新增就业岗位却在不断减少，找工作太难了。一位刚从金店下岗的员工说，以前换工作很容易，现在到处都在裁员，投了几十份简历，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将资金转移出境的普通百姓来说，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。一方面是工资增长停滞，另一方面却要面对房贷、物价上涨等巨大压力。以前一个月工资7、8千还能勉强过得去，现在物价都涨了1倍，工资却1分钱没涨，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了。一位普通工薪族无奈地说，我们可能正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。一位资深经济学者警告说，从消费降级到店铺倒闭，从资金外逃到实体经济崩塌，所有的指标都在亮红灯。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这种趋势，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的衰退。面对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经济风暴，普通民众的财富和生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。一位经济学者指出，目前的情况可能还只是开始，真正的经济危机可能才刚刚显露端倪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，如何在这场经济寒冬中保护自己的财富，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的严峻考验。